大家好，又到了 Brenda 的学习时间。今天我们来做这个动态。好，我们的就做到这里，然后看到这里啊，然后呢，这是用 EV 渲染的，其实你如果用 Cycles 渲染，可能有另外一种效果。OK， 好，我们先把这个文件存盘，然后呢，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文件，这是 Brenda 的 4.3。按我的理解，对 Brenda 的4.3到3.0做这个都是差不多，相差不大啊。然后，好，我们打开的时候，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在我的账户里想找到 Brenda 的，或者是水的教程，大家在 B 站、哔哩哔哩找玉点 K 带你学 Brenda， 然后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页，点选合集69，然后呢，点这个工具让它变成这样的，然后呢，在这里就有4页的合集 ，OK， 4页的合集文件夹，然后呢，第1到第2页是以基础教程为主，已经要包括了 Brenda 建模的教程，的基础教程 ，sorry， 就是最基础系列教程1、2、3，然后呢还有做游戏的虚幻引擎5、侯庙的基础教程、蓝图和正式教程，蓝图基础教程和正式教程，也有虚幻5同江母公司出来的 3D 软件做场景的 Twinmotion 新版教程，当然还有给 3D 人物设计制造衣服的 Marvelous Designer 的教程，这些都是教程文件夹。然后呢，人工智能时代用人工智能网站建立你需要的人工智能建立你需要的人物、动物或者是动态等等的教程就摆在这儿这么多人工智能网站。然后还有参加 3D 比赛技术专题汇总然后呢，我是参加了哪一届就拍了哪一届当然还有一些还没完全发出来，也就是在我的文件夹里有一些没发出来的，是在我的文件夹里专门有 3D 比赛技术专题教程第9、第2届、第8届、第10届、第10届现在准备在搞。OK， 然后呢，包括了绑骨最重要的这些教程都有了。好，我们现在打开这个Brenda 的 4.3 X 键，把这个立方体删掉。我们先把这个下面的塑料布做好，我们加一个 print， OK， 用滚轮就可以，用这个鼠标滚轮就可以控制这个大家多练习一下滚轮。Edit Mode 编辑模式，鼠标右键细分，在这呢给它10次，那它没改好，改10次 ，OK， Enter， 然后呢这里就是这样了。然后呢，我们数字7键从上往下看，取消鼠标左键，在外面取消所有点选，然后呢Shift 加 L 加左键选外边所有的点，或者说你选线模式也可以，左手Shift键，右手左手Shift键，再加 ALT 的 L 键，再加右手鼠标左键，就可以把这些线外围这些线全选了。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只有中间凹下去，这边是锁死不动的 ，OK， 这个边上，所以呢，我们现在换到点模式，你能看到这些点在这儿，对吧？然后呢，进入这个工具下这个叫做Object Data Property 工具加，然后 Assign， 这样的话呢，我们给它一个选定它锁死的点是在哪里 ，OK， 现在选定了，记得要 Assign 然后呢，回到物体模式下，在物理模式下选物理模式Physics Property， 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选布艺 ，OK， 选布艺以后，然后呢，就给它这个叫钉的固定钉住固定点shape shape， 然后再 pin group，pin 就是一个胸针的意思 ，group 这里呢，我们就选 group， OK， 然后呢 shrinking 这个呢是叫做缩放因子，我们给它改成负 0.3。好，在这个时候你再一播放但是呢，它就下来了，对吧？下来成一块布了，但是呢，看起来很不
就是很不圆滑，很粗糙，对吧？好，我们回到回到时间针1，然后呢，这时候你可以给它加一个修改器，在 Generate 里面是 Subdivision Surface， 是细分修改器。OK，Render 变成1。OK， 然后呢，把它甩了这个移到布艺修改器上面啊。现在呢，下面是布艺修改器。然后呢，这时候我们播放一次啊，还是很粗糙，对吧？然后我们改修改器内把它的 Viewport 变成2。OK， 然后再 play 一次啊，稍微平滑一点了。然后再改修改器变成 Simple 啊，然后复制一个它啊，复制一个 duplicate 一个，然后把这个第2个移到布艺修改器的下方。OK， 然后把2个修改器都换回这个。好，然后呢，我们再播放一次，是不是圆滑非常多了，就自然很多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停留在70帧、67帧、70帧左右啊。好，跟着就开始做这个了。还是来到这儿，然后我们给它缓存这里啊，缓存 cache。然后呢，这里呢，因为这个呢，我们只需要200帧，我们改到200帧 ，OK， 这里也改200帧。然后呢，背一次啊，背一次啊，先回到0点，回到0点，然后呢，我们存盘。OK， 几个名字 CLASS， 好，把中文关掉，存盘以后再背一次，它就背到200帧。OK， 然后我们播放 OK， 到了大概这里时候定住它，然后鼠标右键 Shape Auto Smooth， 让它平滑。然后呢，这时候回到修改器这里，我们把它第1个 Subdivision Surface 啊，这个修改器 Apply， 好，那就锁定了。然后再把第2个布艺修改器在这儿选 Apply as Shaky， 也就是说把它这个边上固定的这里也Apply 啊。OK， 这个时候呢，你播放一次，我们回0帧播放一次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当你到这个又回到 Object Data Property 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2个。然后我们选 Close， 当你把这个改成1的时候，它是不是下来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就用时间帧来控制了。好，在第1帧的时候，给它0帧，添加啊，打开帧啊。好，打开帧，然后到第40帧，鼠标移到这儿，点击一下，然后把它的这个值改到 0.775 Enter， 然后呢，在这点一下就打开帧了。OK， 在第60帧的时候，这里改 0.438 Enter， 然后呢，打开帧。在第80帧的时候，1打开帧。好，现在就可以了。跟着呢，我们播放一次。那它的这个东西呢，就会这样晃，对吧？好，跟着呢，我们再选这个第1帧，其他的这个帧呢都没有变黄，只有第1帧变黄了，对吧？我们 Ctrl C， 好，选了这个变黄了以后 ，Ctrl C 一下，然后在第120帧选一下，然后 Ctrl V， 好，这个第1帧就复制过来了。然后我们再选第80帧，啊，其他帧变白啊。然后呢，又是 Ctrl C。然后在第150帧的时候，我们又 Ctrl V， 好吧？然后呢，我们播放一次。好，到200就定住了。OK， 然后呢，别忘了存盘一下。然后我们加 Mesh。UV Sapphire， 这个时候呢就加这个水了啊，这个喷水出来的地方，把它的位置设置这里，把鼠标左键往下一拉，
让它改成0.15那么大 ，OK， 然后数字1键按一下，让从侧面看啊，从侧面看，或者是说我们也还是到70帧，然后数字1键看是这样了，对吧？然后让在这个还是Object Data Property 这个工具下，然后改到让它上升1米。好，跟着呢，我们要加一个 cube， 这个呢是做这个水的发射器，点击移动工具把它全包裹了啊，全数包裹住所有，然后在物理设置这里给它一个流体 ，OK。类型给它一个，它是水的一个容器 domain， 然后 domain type 呢 ，domain 的 type 呢是liquid 液体 ，OK， 好，然后呢，我们在这勾选 mesh， 就是网格，确认勾选，好，回到第一帧，我们选这个球 sapphire 这个球，然后同样物理设置这里，我们给它一个流体。内容呢也是flow 是 flow 是流，然后呢 flow type 这里呢就是流动的内容的类型，我们选 liquid 液体 ，OK， 然后我们播放一次，这时候呢这水呢是就是全漏了啊，这个布是盛不住这个水的，所以呢我们还要再做下面这一段，然后回到第一帧我们选这个 plane， 还是给它一个流体，然后呢这个呢是个发生器 effector， OK， 然后呢这里是否平面勾选 explainer 是否平面，这时候呢我们再播放一次，水就这样就盛住了。好，这个水呢就这样就盛住了。然后呢，如果你想这个水更多一点的话，我们回到就是选这个液体，也就是 cube 这个整个domain 然后呢，在这里呢，你把这个resolution 改到80 ，OK Enter， 然后在 cache 缓存 cache 这里，我把它关了 cache 这里 OK， 这里呢别忘了这里是200，然后呢在这 type 我们就选 all OK， 然后这个 is resumable 是否可恢复要勾选，好，跟着呢再次存盘，好，跟着呢背 all 烘焙一次所有OK， 我们稍微等一等，等它烘焙完。好，当我们就烘焙完以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我们播放一次。但这时候你看见好多水漏出来了，对吧？那如何修复呢？我们把这个 plane 选一下，让它加厚就是了。所以这选了 plane 以后，我们在这把这些稍微变就显化，然后添加 generate 里面加一个加厚修改器加厚修改器呢，这里的厚度改成0.008米 ，OK， 然后再把它这个修改器变比较小，把它放在这个流体修改器上 ，OK， 移一下。好，然后我们再选回这个 cube， 就是这个容器这个domain，然后在物理设置这里，我们刚才不是烘焙了吗？然后呢，我们 free all， 然后再重新把这个存盘，然后再烘焙多一次。好，再烘焙多一次，那就是完全就可以选择了。然后现在在烘焙的时候，给大家说一下然后呢，如果是做材质的话材质呢其实是有几种，一种呢就是你自己的资产库你自己经常有一些好的材质，你就把它存下来，那叫资产库。另外一种呢就是 Blender Kit， 一个半免费的插件半免费的插电，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blend 啊 kit，OK，它是一个半免费的插件，就有很多3D 的 model 啊给大家下载的。OK， 你可以直接在电脑里啊，这里就有教你怎么下载一些材质啊，像水，你看这个水的材质是如何下载的啊，还有树的材质，对吧 ？Blend Kit 你只用给他一个你的邮件地址就 OK 了啊，这是一个。当然，你还可以在cczero.textures.com 这个网站啊，是不是这个？哦，不是这个，是这个。哎，这个也可以啊。这个我经常用的比较多，叫 Ambient CG 这个网站啊，你就搜索 WATER Enter。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在这找到有水的这些资产，然后点击以后，在这下载一个4K 也好，8K 也好啊，然后呢，你也可以用上。那我这里呢已经就渲染完了，那我就随便给一个大家看一下。OK， 好，我们再播放一次。啊，现在看呢，这水就没有再漏下来了，对吧 ？OK，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它，然后呢，给它水的材质啊。好，最方便的就是资产库，或者是说在这啊，先把这个塑料薄膜这膜给做了，我们进入这个 ，OK， 然后呢，给它一个什么颜色，白色、灰色啊，灰色一点 ，OK， 然后呢，给它 material 变成1啊 ，roughness 反光一下，那它的这个薄膜呢就这么回事了啊，然后呢，水呢也可以在 Q，OK， 然后呢选啊，最简单的就是这样了 ，glass BSDF， 然后给它一点水的蓝色啊，这个蓝有点太深了，是吧？好，然后呢，在水蓝色，然后呢，在材质这里 shading editor 这里啊，如果让它透明一点的去加 mix 的 ，OK， 像这个材质节点是如何有呢？啊，是这个材质节点呢？啊，刚才说过啊，在最基础，在我的这个主页里哈，刚才第1到第2页就是这个基础教程文件夹，在第2页可不就是有这个最基础系列教程2，6堂课材质节点啊 ，Blender 最基础的材质节点，还有刚才我忘了说的，就是像水的液体类教程，从第2到第4页。就是以 Blender 为主的各个分类的教程的文件夹，像抽象教程、几何节点、星球类教程等等。现在它在第2页叫水和液体类教程，那这个教程呢也会放到这里面。OK， 我刚才是忘了跟大家说的。那现在呢，我们加了一个 Meshade， 就可以混合节点，去加 A 加 Transparent BSDF， 这样的话呢，你拉上去，那它这个水呢就变成了像透明一样啊，就像透明一样了，对吧？然后呢，我们是用 UV 渲染也可以啊，用 Cycles 渲染也可以啊 ，UV 渲染就这样了，对吧？我们在 Viewport Shading 看，然后呢，世界背景给它 Color Environment Texture， 然后 Open， 然后世界背景我放到一个随便找一个文件夹啊，好，打开这个 ，OK， 这样的话呢，它这里就有了。当你渲染一张出来的时候，它是这样的 ，OK， 这个水是这样的。当然你要装上摄像头了，点击摄像头 N 键出侧边栏，View 勾选 Camera to View 鼠标滚轮中间把它放大啊，然后呢，鼠标选到 Camera， 这里选摄像头，鼠标左键把它往下移 ，OK， 把它往下移，好。然后你在这里就可以装一个你从哪里找回来的这个摄像头 ，render 一张 image 给大家看看，好，就这样了，对吧 ？OK， 如果你是渲染图片的视频的话，点击这个 Output Property， 在 Output 这里你就看看你下载，我起个名字啊，下载的就是渲染出来的视频是放在哪个路径下，文件格式换到 Video 录像 ，OK。Encoding 这里呢 ，Container 容器换到 MP1G4 啊，然后呢有没有音乐？没音乐就这个，没有音乐呢，你就要换到 MP3。那如果是音乐怎么办？我们要把时间帧一定要不要在这啊，否则只有半段音乐。用这个键让它回到0帧、1帧，然后从时间帧换到 Video Sequence，
然后上，然后把你电脑里存起来的音乐，我放在了OK 我放在 Water OK 音乐导进去，然后呢再换回时间针，当你播放的时候，这音乐就会出来了。当然，如果你不想要这个背景，直接在渲染输出 Output Property， 这个叫Render Property 这里这个 Film 打开，然后勾选 Transparent， 那它就是透明的。OK， 好，这个课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请喜欢这个课程的同学给我个点赞，或者进入还有一个忘了，如果是 Cycles 渲染 OK。Device GPU Compute， 然后呢，为了渲染更快一点，我们把这个值给改一下，30，然后这个是0.5，稍微因为这个不是参加什么比赛所以呢，我把这个值稍微改一下，然后大家就 render 一张相片，看看 Cycles 渲染又会怎么样。当然是 Cycles 渲染呢会更好一点更好一点。那我之前做的，在等的时候，我给大家看看我之前做的这个相片在 OK 就是这个样子 OK， 这个是1V 渲染的当然这个视频也是1V 渲染的，因为时间关系好了，现在呢等到这里这个 save 都变白了，那你就可以这样存盘就把它存盘了，这个水液体就蓝色好吧。然后呢，这个课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请喜欢这个教程的朋友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谢谢大家，祝大家愉快一天。还是那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别忘了存盘。好，拜拜。